哎，大家伙早喽！11月28号星期四。虽然你们看到进度条刚开始，但是我已经跑了好久了，跑了一个高驰的体能测试。回头等发布实验室那次体测的视频的时候，跟大家好好聊聊乳酸阈值这个事儿，好吗？约了观众已经来了，等跟观众分开咱们再聊天。您好。你好，你好。跟观众分开了，观众是在这边生活的一位年轻人，聊了好久。现在跑步回家，咱们聊聊天先说这两天的节目怎么发。会有2期，一期是见面会的，一期是体测的。昨天夜里才拿到素材，所以要过2天，大家稍微等待一下。今天想聊什么呢？其实也想聊这2天的事情。这2天我看到了好多很打动我的事情，不光是见到了基普乔格，包括他的教练，还有高驰的团队、高驰的朋友，还有高驰的工厂。我觉得让我很有燃起斗志的那种感觉，不能说重燃斗志，就我一直挺有斗志的，只不过有的时候会有点迷失。前面那位好像是石川先生，黑衣男子。一起高上来到。人时不时得需要一些精神的激励和刺激，我觉得特别好。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句话，算是剧透吧。先说背景就是这句话是前2天见面会基普乔格说的，说给每一位跑步的人，或者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或者是说每一个小团队，或者是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团体都一样。当你认为自己很渺小的时候，当你认为自己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或者当你觉得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这样想，小的东西有的时候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变成撬动地球的那个杠杆的。他说的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一扇很大的门，而一扇很大的门后边还有一座很大的房子。也许这座很大的房子后边呢还有一个更大的院子，但是撬动这些所有的东西的就是一把小小的钥匙。所以呢，我们不管是人、公司、团队还是什么，也许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成为这把钥匙。当时我感觉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多小伙伴都有点感动的不行了，包括我。只能剧透到这儿了，细节等我的节目。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冬训。我觉得其实对普通人来说，冬训和夏训没有很明显的差别，其实对运动员来说也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差别，只不过呢可能冬天的时候绝对强度的训练会稍微少一些。我的理解，我觉得在以前我不跑步的时候，我的理解是可能怕受伤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现在我的理解特别简单，就是冬天太冷，穿太多，练着不痛快。我就怎么想怎么说，肯定是不一定很科学的，但是我就这么理解。包括今天我跑这个体测也一样，和就现在穿长袖长裤跑，和在东莞的实验室里穿着竞速的装备跑，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冬训其实积累跑量是一方面，
但是呢，多跑一些偏阈值的那种强度跑，可能是效率更高的提升办法。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也包括我，就我这个能力也一样。比方说，你跑到你的有氧上限再快一点的配速，用这个配速去跑个10几公里，这种训练呢不会太轻松，但是呢会有帮助，会有比较大的帮助。而这种训练往往是夏天的时候你可能练不下来，因为夏天的时候如果这样跑，你这10几公里跑完你就汗流浃背了，你就挺热的了。就举个例子，像我们周六早晨平田先生的早训练，夏天的时候只有15公里，然后4分15的配速，大家都累得不行了。而冬天的时候20、25都有，然后都是4分左右，跑得还挺开心。但是其实你的各个的比如有氧啊、无氧啊、阈值啊这些区间，不管冬夏，其实它都是你身体硬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很热的时候，外部条件限制了你对这些东西的刺激，所以我老说，就是热带国家就不适合搞这种运动。当然也有事实证明，你看热带国家就很少有名的耐力马拉松运动员，对吧？非洲东非不是热带国家，肯尼亚太适合跑步了，那个环境。所以冬训的时候，第一是积累跑量，因为冬训你的身体出汗呀什么的消耗的少，你就可以在大跑量的前提下，身体的损耗没那么大。然后就是多跑阈值跑，可能2周3次。我给自己的目标是2周3次。如果您的成绩在，我觉得在3小时附近都可以参照我的这个频率，但是我得试试我能不能做到。最近有密集的比赛肯定做不到，等我12月的台北回来，努力的练一个冬天，看看春天身体的条件怎么样。还有就是冬训的时候可以多跑跑所谓的好多人说的垃圾跑量，其实没有垃圾跑量。什么叫带引号的垃圾跑量呢？就是在有些人口中，就比方说我今天就为了凑个数，我没有任何目标，慢慢跑，这些都是有用的。今天穿的还是惊叹3，因为跑了高驰的体测。这双鞋已经在我脚上500多公里了。官方说的是500公里不衰减，但是现在我还没有拿它和一双新的做对比。不过我觉得不错。关于那个大年，等我再跑2次再跟大家详细分享。今天没穿，因为今天要跑体测。你看，今天我热身2公里，到那个大阪府警察本部，然后呢开始体测，体测大概是10公里多一点，然后现在又跑了，我估计到家可能是8、9公里的样子。今天这又是一个21公里，有点逆风啊，抱歉。就跑量这东西是不自觉的、慢慢的、潜移默化的，通过积累，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一个这么大的量，而不是说我现在100多公里一个月，我马上就能加到300，除非你特年轻或者本身有基础，那样否则我不建议。你这样人肯定会受伤的。有的时候老说，像我记得我特小的时候，还不跑步的时候。有时候看电视有马拉松的比赛，他就老想你咬咬牙不就顶过去了吗？现在跑步了，发现想法特幼稚，有的时候不行就是不行。
马拉松这个事儿，这次从吉普乔格的见面会回来，我也更深刻的认识到，马拉松这个事情是科学的，是严谨的，它就是反映了你的身体能力，可能一部分反映了你的精神力量，但是大多数时候在马拉松赛场上，如果是争名次，可能有的人会输给自己的精神力量，但是如果是自己跑竞成绩，其实我觉得95%以上都是身体客观条件的真实体现，再加上不同的赛道不同的条件吧。行吧，今天简单跟大家聊两句我觉得冬训的原则，回头我们结合那天的体测还有专业人员给我的分析，我就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再跟大家详细的聊，好吗？也许重点就是大家应该多关注自己的阈值和自己有氧的上限，这两个数值可能是普通人训练的关键吧。行，那咱们训练后再聊啊。11月28号星期四清晨7点12，又跑了8公里多回来。今天差不多2公里热身，高驰的那个体测，我现在的水平大概是10公里多一点，加上最后这8公里多，可能21公里左右吧。身体状态格外的还行。这次去虽然这3天很忙碌，但是吉普乔格他的团队还有高驰的小伙伴们确实能给到我很多精神力量，这一次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包括和其他几位也来参加活动的朋友聊天，对我有很多的启发和鼓励。刚才跟大家简单聊聊冬训，这个冬训我是充满了干劲儿的，比以往的任何一个冬训和夏训干劲儿都大。前2年我一直在努力的增加跑量，这个冬训呢，跑量是基础，还要穿插更多的我认为对我专项的调整，好吗？而且这次通过昨天我发那个节目，我也看我自己每一个10000公里，我的跑步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也跟那位观众说，每一个10000公里都是不一样的。我记得2-3年前我也自己拍过我的跑步，跟那天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所以我发现了自己的进步，但是马拉松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很长的事情。哦，对了，小伙伴还给了我能量胶，咱们做个约定啊，有很多小伙伴来偶遇或者约，以后就真的大家什么都不要带。我真的是挺受宠若惊，很不好意思，我觉得真的很不好意思。我知道都是大家的心意，你们在屏幕前，我在镜头前，我们隔着互联网，我们隔着不管是那位刚才也在大阪生活很近的朋友，还是您远在千里之外，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我呢努力给大家贡献更多的内容，大家呢多多捧场，我们一起开心就好，好吗？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